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饥饿到底有多可怕？有人会告诉你，人在只喝水的情况下可以活20天、30天，那他一定没有挨过饿。饥饿可是启示录当中的末日使者，天启4骑士之一。每当战争降临，饥荒也会到处蔓延。这场恐怖的饥饿实验真实存在，就发生在2战期间。故事大概是这样的：1944年11月19日，36名拒绝服兵役的年轻人主动参加了饥饿实验。他们住进了明尼苏达大学的足球场走廊，这里没有窗，摆了2排木板床，中间只留下一条走道，走道的另一头是淋浴房，地上摆着几只马桶，没有任何遮挡。凯斯教授说，这就是你们的笼子，未来12个月，你们将在这个笼子里模拟欧洲难民的生活状况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，所有人都自愿献身，这就是明尼苏达饥饿实验。谁也想不到9个月以后，只有32个年轻人走出了实验室，2人被送入了精神病院，2人彻底从实验记录中消失。即使是这32个人，在未来3年当中，也都经历了各种不同程度的躁郁症、失眠和幻觉。凯斯教授模拟了一个集中营，而科学家们首次用数据看到了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。在展开这段触目惊心的实验前，我们先聊聊当时的背景，看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不人道的实验。现身实验的36名年轻人都来自和平教会，也就是基督教当中那些信仰非暴力的教派。他们的信仰不允许他们上战场杀敌。电影《钢锯岭》里的杜斯下士就是这种情况。当时是2战时期，美国的适龄男性都有义务上战场，但杜斯这种和平教徒拒绝拿枪，拒绝杀敌。懦夫、孬种、白痴，甚至是叛国者，各种辱骂就向他袭来。钢锯岭当中的杜斯最终因为顶不住压力，被迫走上战场，成了一名不拿枪的军医。但当时在美国，像杜斯这种和平教徒还有千万，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了？恰好这个时候，凯斯教授在明尼苏达大学贴出了一张海报，招募实验对象。招募广告中说，你愿意为了让别人吃得更好而挨饿吗？住进实验室，模拟战场上正在发生的饥荒，让科学家研究饥饿，为前线支援。说白了，参加实验就可以免除兵役。1周之内就有400多人报名应征，选择的标准很严格，不仅年龄要在20到35岁之间，还要求身体倍儿棒。同时心理素质也有严格的标准，必须性格开朗，为人上进，就连智商要求也达到了130。最终36个小伙被选中，他们有信仰，爱和平，拒绝兵役，挑战饥荒。在他们的信仰里，饥荒是天启4骑士当中的黑马使者，战争是红马使者，所以他们都很坚定，自己走进实验室就和其他人走向战场是一样的。实验刚刚开始，他们每人每天能吃3200大卡的食物，这和现在中国的人均摄入量3000大卡差不多。除了睡得比较挤，洗澡没有帘子，一个人方便所有人闻味以外，一切都正常。这群开朗的小伙每天都精力充沛，他们还可以离开实验室去参加大学的活动，演出音乐剧。但很快3个月的适应期过去了，到了1945年的2月，每个人的体重都达到了凯斯教授的预期。春天来了，饥饿实验也正式开始了。他们每天的饮食被突然减少，只剩下几片面包、几颗土豆、1碟子果冻、1小撮果酱和1小杯牛奶，合计1600大卡。目前联合国给出的成年人每天最低摄入量是1800大卡。周一到周六早上8点晚上6点吃2餐，周日12点45吃1餐。除了减少摄入，还要提高支出。他们每周至少长跑35公里，必须减掉1.1公斤的体重，如果减重不达标，还要在跑步机上继续跑。这样每天摄入1600大卡，消耗大概3000大卡，就和战场上的饥荒差不多。这天2个小伙突然就和足球队的队员打起来了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来自和平教会，他们的字典里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打架这个词，但现在竟然因为对方骂了他们一句，他们就上去一拳头把对方打倒。看来饥饿让人易怒，这个主观经验在客观实验当中出现了。天气慢慢变热，已经到了夏天，笼子里非常闷热，但不少人还需要裹着好几层毯子睡觉。几乎所有人都不能在户外完成35公里跑的指标了，
都只能在室内的跑步机上勉强完成。有人路过教学楼的时候说：“哥们儿，这栋楼房吃起来味道应该不错。”有人疯狂地收集食谱，晚上饿得睡不着的时候就把食谱拿出来一遍一遍地翻看。还有几个人在实验刚开始的时候正在和女朋友热恋，但现在对约会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跟女朋友看电影变成了煎熬，但当电影中出现食物的时候，他们会无比的亢奋。每天吃饭变成了一种仪式，他们对待一粒粮食就像对待一粒黄金一样，就连掉到桌子缝里的面包屑都要抠出来吃掉。还有人会用水稀释食物，让食物看起来更多一点，吃得更久一点，在口中反复咀嚼，很久以后才极度享受地咽下去。有人开始狂嚼口香糖，一天嚼了40包。有人坐到咖啡馆里，一口气干掉了10杯咖啡，不一会儿又回来了，再干10杯，反反复复。这个人一天之内竟然干掉了35杯咖啡。凯什教授知道这件事以后说，咖啡和口香糖当中都含有微量的糖分，他限定每天最多喝9杯咖啡，2包口香糖。他们说凯什教授总是穿着白大褂，手里拿着笔记本，很少和人说话，就像一台机器，保证你饿不死，同时也严格管理着你的饥饿。这天，一个小伙停在卖冰淇淋的摊位前看了很久，就像着了魔一样，挪不动步子。终于他无法忍受，冲到冰淇淋店里一顿狂吃，边吃边跑，躲到了后面的一个巷子里，这里恰好堆着一堆大头菜。这个小伙就像疯了的饿狼一样扑上去狂啃大头菜，被人发现以后送到了精神病院，同时从实验当中被除名。另一个小伙在操场上晒日光浴，他觉得这样可以稍微补充一些他的能量，但是还是冻得瑟瑟发抖。他拿出一包口香糖，整个塞到嘴里，疯狂地嚼了好几包。这会儿他已经违反了凯什教授2包口香糖的规定，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站起来跑到操场的垃圾桶去捡里面的食物残渣吃。他也被送到了精神病院，同时从实验中被除名。还有一个小伙饿得好几天尿不出来尿，突然有一天开始尿血，还一直不停地滴答。医生说泌尿并发症，他的数据没有意义了。凯什教授唯一一次法外开恩，让他去厨房帮忙，提前结束了实验。当时所有人都感觉自己要疯了，他们感到绝望，精神衰弱，一会儿狂躁，一会儿抑郁。但实验还在继续，凯什教授估计了6个月，才刚刚过了一半。这天，凯什教授去解救了一个实验对象，他被卡在百货商场的旋转门里面，他虚弱的连门都推不动，还变得很疯狂，被商场的工作人员当成了神经病。但凯什教授知道他没有疯，这是一个优秀的实验对象。教授安慰他以后，让他继续实验。教授还观察到这些小伙会3、5成群跑到饭店去看人家吃饭，边看边傻笑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哥们忍不住冲进了面包店，买了10几个甜甜圈，同伴还以为他也要疯掉了，结果他把甜甜圈买出来以后全部分给了路边的小孩，一边看他们吃，一边在旁边啃着手指傻笑。一个叫做莱斯特的小伙跟他的同伴坐到餐厅里，只要了1杯咖啡，然后津津有味地观察邻桌的那个女士吃大餐，看她如何点了一份猪排，看她如何又拨弄了一阵，又如何吃掉了一半。到最后，女士把猪排往旁边一推，准备离开。这个时候2个小伙爆发了，他们冲上去对女士怒吼：你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饥荒吗？你看看你做了什么好事，回去做回去，给我全部吃掉。然后凯什教授去警察局把2个人接了回来。后来有一个人的日记被曝光了出来，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感觉过这么绝望。有一天他用千斤顶把车顶住，然后把手放到了轮胎下面，再松开千斤顶。他先是被送进了医院，但几天以后他又在劈柴的时候弄断了自己的3根手指。他说这是因为自己太累了，精神涣散，不小心造成的。但这件事以后，他被送入了精神病院，退出实验。另一个实验对象只有24岁，他每天都会梦到吃人的场景，夜里突然的尖叫，不停地描述着自己的梦魇。心理医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让他摆脱梦魇。他们饿得脸部下垂，眼窝凹陷，眼球白得像瓷器一样，大腿浮肿，腹部塌陷，就连走路和坐立都成了重体力的劳动。而那可怕的35公里跑还在继续。几乎所有人都达到了凯什教授预设的体重标准，99磅，也就是45公斤。而原先这些人都差不多有65到70公斤。
他们停止了一切除吃饭以外的活动，躺在操场上晒日光浴，艰难地爬起来再去吃饭，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。终于6个月结束了，只有32个人坚持到了最后，他们不再被限制饮食。但他们说那种感觉比饥荒还可怕，他们就像中了邪一样的暴饮暴食，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，依旧头晕焦虑嗜睡。有人第一天就被送到了医院去洗胃，有人在餐桌上吃到晕倒，有人吃了吐，吐了吃，单纯就是为了吃，完全不是为了吃饱。几乎所有人的食量都达到了实验开始前的6倍，1个月以内脂肪含量就飙升到了实验开始前的1.4倍。很多人的焦虑和幻觉在未来1年都没有消失，少数人的后遗症长达3年。他们当中很多人终身留下了舔盘子的习惯，一辈子都无法直视粮食被浪费的惨景。1945年，凯斯教授的研究就被印成了小册子，发放到欧洲和亚洲那些救援人员的手上。当时战争刚刚结束，饥荒正在全球蔓延。有人说这场实验是伟大的饥饿实验，说他们是用和平信念拯救数百万生命的英雄。但事实上，很多救援人员从一线带回来的故事更加恐怖，实在无法描述。也许看完这个实验以后，你再看历史书上写的饿殍千里，一子而食，你会更有感触。这不是史家在惜墨如金，而是真正见过饥荒、体验过饥荒的人都无法向你描述这位黑马骑士的可怕。实验结束后，这些小伙很多都成了一线的救援人员。17人参加了母流计划，向战后的欧洲输送牲口。一个叫做哈罗德的小伙深入战争中心，运送食物和建材。马歇尔·萨顿来到了中东和加沙，为难民提供食物。威廉·安德森在莫桑比克、南非和肯尼亚工作了近30年。坎贝尔曼成了一名外交官，主导了1974年的减少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谈判，后来被任命为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副所长。今天的粮食来之不易，当你想浪费的时候，想想这个鬼故事。或者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启动细胞自噬。这是2016年最新的诺贝尔奖生理学理论，就是说当你断食的时候，体内的细胞其实会吃掉那些老化的、受伤的、病变的细胞，或者直接吃掉体内的细菌和病毒。这些被吃掉的东西呢，也就成了身体重新制造新细胞的砖块。通常人体每天要用掉198到238克的蛋白质来更新细胞，但是我们吃下去的蛋白质一般只有71克，还有小200克的蛋白质是细胞通过自噬机制来获得的。如果细胞自噬不那么畅通了，就可能让身体患上2型糖尿病、帕金森等等与老化相关的疾病。也有证据表明，癌症和细胞自噬也有关。这个人叫做大有良典，他就是发现细胞自噬并且获得2016年诺贝尔奖的人。他说，当身体承担一些压力的时候，自噬就会更加的强烈。制造这种压力最好的方法就是适当的饥饿，有几种方法大家可以参考。第一，1日断食，在1周或者10天、15天当中选1天什么都不吃，第2天开始恢复正常的饮食。第二，隔日节食，如果你每天吃3000大卡的能量，那么隔日就只吃700大卡。第三，跳过一餐，一般跳过晚餐会比较合适，但这也绝不意味着你的早餐和中餐就可以敞开了狂吃。第四，过午不食，这种方法就是在上午把1天需要的能量全部摄入，然后直到第2天上午再吃下一天的全部食物。如果你能在1年、5年甚至10年这种长尺度的时间当中减少20%的能量摄入，那么血糖、血脂和体重都会得到改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，夫人说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饥饿实验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。